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爱生活。今天就要说一下关于世界上最孤独的城市。那现在我们两个人呢是住在澳洲的，而出奇的是呢，今天我们所要说的这个城市呢，却恰恰是坐落在我们澳洲的。那么说起澳洲呢，大家可能会想到的城市可能就是悉尼，还有墨尔本。一般来说，澳洲的其他城市呢就比较少听过吧。那今天我们所要说的这个城市呢，就是坐落在我们澳洲的最西边的一个城市，它是名字叫做珀斯。我从以前就知道珀斯，是因为我阿姨在那是吗？本来就不出名的是吗？珀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的话，就不是那么的有名，但是在我们亚洲，尤其是东南亚的国家来说的话，它就相对还有一点名气。因为呢，珀斯呢是距离我们亚洲城市是相对来说，比起其他澳洲城市是比较靠近的。跟珀斯最靠近的一个国际大城市呢，就是印尼的耶加达，距离呢是有3000公里的。在澳洲呢，跟我们澳洲第二个最邻近的城市阿德莱德呢，都有2700公里左右。那其他国家没有一个城市是那么的孤独吗？没有啊，你看我们吉隆坡去新加坡才几百公里啊，400-500公里。所以唯独珀斯。本来我们整个澳洲呢，都相对是属于比较孤零零的了，在这个南半球的时候。对。然后在这么孤零零的这个国家，它就是在最孤零零的一个角落边上的。而且呢，就是因为它地理位置的关系呢，其实它在的那个时区呢，是跟大部分的亚洲城市的时区是一样的。就比如说像它的时间跟新加坡啊、跟印尼啊、跟上海、跟香港。总是亚洲国家，但跟日本还有韩国不是。相反，珀斯呢跟我们这个墨尔本呢，大家都在同一个国家，但是我们的时差是差了3个时区了，就3个 time zone。现在是2个，但是去到10月就3个了。对。就是冬天的时候2个，夏天的时候3个。那珀斯呢，它是坐落在澳洲的一个叫西澳的州的。西澳呢，其实虽然它只是一个州，但它却占领了澳洲的1/3的领土。但其实呢，都是中间是空心的，都是沙漠来的。整个西澳呢，它的人口呢，只有全澳洲的1/10而已，所以是名副其实的地广人稀。珀斯呢，它是属于那种地中海气温吧。它的东边呢就沙漠来的，所以肯定会吹热风。但是呢，因为它是西边呢就靠那个印度海洋，所以早上就吹热风，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，这个海风又吹过来，又会比较凉了。所以他们其实是全世界其中一个被刮风最多的城市。就早上就东边刮风，下午呢就西边刮风。它靠近纽西兰？没有啊，它离纽西兰好远。纽西兰也整天刮风。对啊，因为都很孤独嘛，左边右边。珀斯呢，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光明之城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呢，在1962年的时候呢，美国有一个宇航员叫做约翰格伦，他就坐着那个友谊7号的飞船带去地球轨道上飞行嘛。当时珀斯的居民呢，就点亮了他们家里的灯，弄到整个城市都很亮的感觉，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。然后他们呢，就把珀斯称之为光明之城了。那今天我就大概跟大家介绍一点点关于珀斯，还有它周边都有哪一些景点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珀斯的市中心里面呢，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公园，就叫做国王公园 （Kings Park）。这个公园其实就是整个南半球最大的公园了。比墨尔本的那个 Royal Botanic 还大很多了。第二个可以去的呢，就是西澳的大学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。那据说呢，这个大学呢是在全球算是属于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大学，而且呢里面呢也有一点像是一个花园的感觉，所以就被称之为是一个花园大学。在珀斯西南边就开车大概3个小时吧，你能够参观一个非常奇特的自然仙境，就是那个波浪岩 Wave Rock。这整个波浪岩呢，它整个形成的时间是用了27亿年的，现在呢也是属于世界的8大奇观之一。然后还有下一个呢，就是我们说的 Pinnacle， 就是尖峰石阵。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自然陷阱吧。大家如果去那边参观的话，有一种好像置身于火星的一种感觉。对，但是绝对不要在起风的时候去，因为它起风的时候，那个沙就会跟着被吹起来，然后打到皮肤上是很疼的。
然后在博斯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少女心粉红湖。去到那边呢，其实如果你没有想要去做那种直升机的体验的话，其实是不怎么样的能够感受得到它的魄力吧。那我们这里也有粉红湖呀。那个是小巫见大巫。澳洲每一年的矿的出口大部分都是从西澳那边出口的，所以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为澳洲贡献了很多的经济的。那下一期我会再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西澳这个摇钱树呢，有多次尝试想要脱离澳洲，但是都没有成功。这个细细聊的这个故事。